有缘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看似巧合，实际上是因为频率趋同或能量共振。例如，有些人外出总是难以找到停车位，而有些人无论去哪里，总是恰好有车离开。来自不同地区的女性住在同一个寝室，她们的生理周期会逐渐同步，这被称为麦克林托克效应 （McClintock Effect）。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再比如，如果你将许多无序摆动的节拍器放在一起，最多只需等待3分钟，它们的摆动频率就会一致。万物的节奏都会向宇宙中最强大的频率靠近。当我们能够静下来，我们的能量就接近了这个最本源的频率，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只是你可能会将这种无意间的共振误认为是运气。你感到愉悦，是因为宇宙本身就是愉悦而宁静的，只是你的频率向它靠近了。你在工作不顺时充满了力量，这是因为你的频率与当时的环境同步了。那些没有意识到这种能量规律的人，非常容易被周围各种强大的频率所影响。只要你能安住觉知，保持灵性，把心静下来，保持自己干净的能量场，你就会进入心灵更深的层面。此时，你就是宇宙的频率，没有什么比你的频率更强大、更本源的存在了。如果你觉得老头子我说的有道理，就请先按个赞吧。弘一法师曾说，若要保持能量场干净，就不要随意与他人纠缠。记住一句话，我尊重你的选择，理解你的局限。对于你的行为，我不悲不喜，无所谓。如果你在思念一个人，这个人也一定在思念你，这也被称为量子纠缠。在微观的量子世界与广义的多维宇宙空间的结合中，佛道世界得以形成。这是释迦牟尼和老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统一与万物一体的理念。从量子世界的角度看，两个量子产生纠缠是超越时空概念的，因为整个多维宇宙的时空是一体的，并不存在独立的时间和空间。量子速度也可以理解为没有速度的速度。从地球到银河系边缘，从远古到现在再到未来，从天堂到地狱，一念之间便可瞬间达到。念头如果是天堂高能量，则能引导你进入天堂；如果是地狱低能量，则将你带入地狱。光速仅是3维宇宙的概念，而量子速度则是整个多维宇宙空间的概念。同时，量子纠缠也跨越平行空间。正因为有量子纠缠，才会有缘分的存在。这即是高维能量关系所导致的缘起缘灭，进而形成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因果关系。只有当缘分足够强，因果关系成熟，纠缠才会深厚，才能在这一时相遇。如果你常常失眠，可能意味着有人在挂念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你在深夜无法入睡，却又感到困倦时，可能你正出现在他人的梦中，而那位挂念你的人也会影响你出现在他的梦里。此外，如果你在生活中突然想起某个人，说明那个人的灵魂与你产生了共振，甚至可能会突然联系你。如果缘分已尽，双方都能放下，那么量子纠缠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我们和许多灵魂相遇，在相遇的时候结下了一些缘分。这些缘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冤亲债主，有欠债的，也有还债的。无论去了哪个时空，只要债务没有还清，缘分没有了完，在轮回转世中会不停地遇见，不停地纠缠。我们只有看清本质，拿回自己的力量，带着感恩之心，
珍惜爱，去化解这些纠缠，方可乐园。女孩子一定要少闲聊，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千万不要和人随便发生关系。这一点男生女生都通用，因为一旦你和这个人发生了关系以后，你们之间的能量场就互换了，就会发生量子纠缠。如果这个人是情场老手，他的私生活比较乱的话，那他就会和很多异性发生能量的交换，那么他的能量场就是不干净的，是乱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去接触他，或者和他发生了关系，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你的能量场变得不好，自然你的运气、你的财运、你的能量都会降低，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烂桃花。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说我们要去接触那些能量高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去接触能量高的人以后，你的能量场才会变得更好。因为你们两个会互相滋润，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一旦你接触了能量差的人，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总是做各种事情都不顺心，感觉生活中很压抑，很难受，但又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带坏了你的能量，或者吸走了你的能量。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要随便的跟人发生亲密关系。当两个人发生了亲密关系，就完成了一场能量交换。从此以后，两个人就会相互影响，就像量子纠缠。所以女孩子们千万不要和别人随便发生关系。作为一个三观正的男人，千万不要随便去碰那些夜场或娱乐场的女人，她们身上汇聚了太多的力量以及各种低级的能量，当你被这些能量纠缠，你的运气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烂桃花，而是要多去接近善良且正能量的女子。女人同样如此，千万不要接触那些渣男以及低级能量的男人，否则你身上凝聚的福气会在一夜之间被破坏，10年功力毁于一旦。现在很多年轻的人为了寻求短期的刺激，经常沉溺在花花世界里，不断拉低自己的能量级别。这是最愚蠢的做法，若沉沦其中不能自拔，长期来看，你的运气、财运、事业运，甚至整个人生的走向都会出现巨大偏离。因此，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不要和任何人纠缠，尤其是低维能量的人。当你不断地和烂人发生思维链接，你的频率节奏会马上乱掉。如果你觉得一个人频率不对，就要马上拉黑、删除，断了交流通道。不随便接触人，不随便沟通交流，保持稳定情绪、频率、节奏。那么我们怎么断掉量子纠缠呢？怎么才能做到这样？首先，对自己100%负责，从等待、依靠要觉醒，从受害者心智觉醒，从颅内高潮觉醒，从业力纠缠觉醒，从外界植入觉醒。对别人没有期望，没有投射，把80%的时间用来打磨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只对外输出价值，和别人只建立价值连接，及时提高自己认知，别和其他人量子纠缠在一起。不批判，不说教，不回应任何负面的信息。马克思说，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每天都在从身边人身上吸纳能量，周围人的能量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高度和成就。如果可以，请多接触能够在灵魂层面滋养你的人，他们像一道光一样射入你的内心，给你带来温暖和希望。所以，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彼此滋养。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似曾相识，那你们必定有量子纠缠，也就是佛说的缘分。量子纠缠对人而言就是灵魂和意志的交流。如果两个人灵魂相似，那么他们之间就会有量子纠缠。人很多时候
可以由大脑和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无法控制自由意志和灵魂。女孩子就要好好保护自己。如果你总是因为一些人事物消耗自身的情绪和精力，那就要考虑你的能量是否能支持它的消耗。人的能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与人交往就是能量争夺的过程。一旦跟随了那些和你磁场不匹配的能量和情绪，就会陷入对方的局中。简单来说，对于不靠谱的人，不用尝试去改变，善者不变，智者不言。若不得不与之纠缠，请你记住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始终给你说话的权利。有缘人在这里，我要非常郑重的并且以最科学的方法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你可能不知道，一旦你发生了性行为，你就跟对方进行了量子纠缠，也就是进行了能量的交换。这种能量的交换，不仅是你与他，而是你们家族9代人的交换。如果对方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还好。他就怕对方是饥饿之家，自私自利之家。如果他们是饥饿之家，那就一定会有余殃。如果你并没有跟他结为夫妇，但是就要开始承担其家族业力，它是真实存在的。家族业力其实就是能量，也就是阴阳两股能量。它包含了什么呢？疾病、气运、性格、秉性、习气以及命运等等。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的不能随意的去交换，也不能够随意的去进行量子纠缠。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福报，爱惜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母亲属于阴，如果你没有结婚证的保护，就发生这些行为，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对方不以结婚为目的而跟你谈恋爱，甚至发生这种关系，他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就容易承担因果感情债，全部都是现世报。如果你们并不适合彼此，对方就势必会造成一方的伤害或被伤害。现在的感情因果来得特别快，都是现世报，不要去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女性们也好，男性们也好，请你们足够的尊重自己，尊重对方。因此，我们女性的择偶或者是男性的择偶都非常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们家庭的氛围和磁场是否是正的，他们是否是自私自利的家庭，他们是否善待他们的老人，是否有孝心。很多业力非常严重，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请一定好好爱惜自己的能量以及家族的福报。我们要自爱，要守护好自己的能量。凡是做什么，一定要认清带来的后果，有些是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影响，有些是看不见，感受不到的影响。不要因为自己的冲动去破坏原有的磁场，不随意不是不随心，要慎重。女孩子们，没结婚之前的性行为确实很不好，所以你要控制住自己，把持住，不要因为一时喜欢冲动未知，后果带来很严重的。所以女孩子们选丈夫要看人品和家风，磁场干净，家族风气正的人家才是首选。其次，交朋友也要慎重，该断马上断，不然真的很影响运气。时时觉察，时时内省，及时调整自身能量状态。有缘人，当你学会守护自己的能量，不再与外界随意发生量子纠缠时，你便能更清晰地分辨出那些属于自己的积极力量。此时，不再让负能量侵入你的生活，将其原路返回，才能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弘一法师说，凡是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去回应，回应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受其损耗。只要你内心不接应，它所有的恶念都将原路返回。
所以一句都不要回应，要聚集正能量。人的精力有限，要去做值得做的事情，要聚集正能量。不要去回应负能量的东西，不要让负能量的东西去消耗你对生活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回应负能量就会与之纠缠。和傻子吵架的人说不清到底谁是傻子，你若不傻，你就不该和他争吵，他若不傻，也不会陪你争吵。能和傻子吵架的人本身就是傻子。你要接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的人很闲，就是有的人很无聊，把抬杠当成自己的本事，把胡搅蛮缠当成是讲道理，把你的回应当成是对他的侮辱。如果对方的处事方式和生活原则并不是你喜欢的，远离就好。对一个人的蔑视，不是吵到让对方服气，而是视而不见。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不是去劝对方改变，而是加把劲离开他。如果当前的环境让你感觉不爽，不要站在原地不停咒骂，因为咒骂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并不能改变，对你的人生也于事无补。你就该做的是想办法离开。我们要知道，成年人的交往只是筛选，不是教育。负能量的人和事远离就好。别人对你的恶念，只要你不接受，他们将原无返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伤害你，真正能伤害你的是你的在意和计较。你若不伤山河无恙，有些人回头看一眼，都只是你的错。他有他的境遇，你有你的人生。不要在别人的口中修行自己，也不在别人的眼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把你当情绪垃圾桶的人，只要遇到一些不开心、负能量，就会找你倾诉，找你吐槽。对于这类人，一次两次都是可以倾听的，甚至可以给予一些正见，比如与印记法则相关，可以试着跟他说。如果你脸上没有污渍，那么在镜子里也照不出来。如果这类朋友完全听不进去，还是一味向你吐槽以及发泄负能量，这一类人的建议就是将他放生，将他交给自己本人的命运剧本。一个人的修为不管有多高，总有他无法度化的人，那些大德也是这样的，更何况是你我这等凡夫之辈。自身的能量场不是那么具足及稳定，遇到一些冥顽不灵、总是负能量的人，他只会拉低你的能量场，让你很久都缓不过来。当我们自身的能量还没有稳定、还不强大的时候，远离愚昧人是为最吉祥。那些骂你、挖苦你、讽刺你的人，对付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急于回应，因为他们给出的讽刺谩骂是他们给予的负能量。一旦你回应了，就等于接收他们的负能量，一接收马上与之能量共振，自己的心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可能难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相反，如果你内心不接应，外在不回应他们所发出的那些恶念的负能量，通通都会沿路返回。很多时候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喜欢用粗口言语辱骂的人。当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觉得十分的愤怒，甚至居庸辱骂去还击。但当你以同样的方式骂他的时候，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了。所以做好自己，让别人说去吧。我们要明白，万物的背后皆是能量，而语言也有非常大的能量。圣经上讲的一句话，言即入身，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你的身体，都将变成现实。这就是语言的能量。语言是意念的产物，它是意念有声的表达，本质上是振动的能量场，是你身心能量气场的一部分。从全息的角度说，语言就是你，就是你的身体，而语言具有很强的振波，且有一定频率。你所表达的每一个词
都有特定的振动、音调和意愿，能够在物质层面吸引与之相对等的一切。语言流动起来，立即具有强大能量。一旦这个语言被说出来，就能够像魔杖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出相对应的结果。语言振动的频率越快，穿透力越强，你所说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是有生命的。有些人喜欢用粗口言语辱骂他人，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他们可没想到听到的都是他们自己。骂人的声音就像魔音一样，听得最多的人伤得也最深。当口出恶言成为习惯后，经过自己的耳朵日以继夜的聆听、灌输，久而久之，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早晚会给自己创造厄运的果实。所以遇到辱骂、恶言相向，甚至诅咒，如果你不回应、不动心、不动念，就不会共频。这样你在你的天堂，他在他的地狱。如果你回应了，你会和他的负能量产生连接，你们就共频了，你就会受到他负能量的干扰。你只需要如看戏一般，看他在那里表演。当你真正抽身出来的时候，反而会升起慈悲之心，觉得他可怜。因为他向你输入负能量时，说明他心里已经负能量满满了，炽盛的负能量在燃烧他，不觉得他可怜吗？如果对这种事情无法做到不回应、不动心、不动念，那是心力还不够强，可以使用一些净化磁场和提升能量的道具帮助自己，把自己的心修好，心净化了，自然远离负能量的人。给所有女生分享一个渡人无逐的道理：凡是负能量的事情都不要去回应，凡是回应则会与之纠缠，受其损耗。只要内心不介意，他所有的恶念都将沿路返回，所以一句都不要回。聚集正能量，少在烂事上纠缠，少为不值得的人生气，守护好自己的能量，气定则心定，心定则时顺。当有人向你发出恶语念时，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远离负能量。你不接收的能量就会原路返回，回到原地。爱出者爱返，福者福来，恶出者恶果。凡是有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回应，只要内心不接应，他所有的恶念都将原路返回，所有恶毒的话都像一支回头箭。我们慈悲的第一步是不轻易被外界的负能量带走，不帮助他人在自己身上造恶业。而当你一次次对自己的情绪负责，拿回自己的力量，不再无觉知的投射纠缠，理解他人对自己的评判，疗愈因内在匮乏如刺猬一般满身向外扎的刺，慢慢柔软下来，慈与悲就在你的身心生发了。当你陪伴自己走出痛苦，自然也会心生喜悦，设想要他人快乐。如果想让自己的能量场干净起来，就不要随意与他人产生纠缠。记住一句话：我尊重你的命运，更理解你的局限，无所谓你的行为确实也无关痛痒。只要你做到不跟人纠缠，就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人生的顺逆没有什么秘诀，低微的看方法论，高微的只看能量场。做好自己，与无关的事不要去参与，无关紧要的事不要去争对错，无法改变的事不要去纠结别人的评价，不要太在意。人生无非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你能做到的就是守护好你的善良，做正能量的自己，影响他人。所以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不要过多地与他人纠缠。愿我们发善心，使所结的便是善缘，美缘便可转化为福报。人有善念，天必有之。愿你我正心正念，修好自己，断掉身边一切负能量的人事物，
去接触高能量磁场，去提升认知，修炼内在，敬畏因果。量子科学，人眼看得到的都只是幻觉，虽然相关的主题一再地被重复写成文章，还是无法强调出它的重要性。量子物理学世界是个透露出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既有知识所了解的结构，不妨多看几遍。我们是由能量与振动组成。我们所认识的物理实体世界其实一点也不物理，一点也不实体，事实上跟物理实体根本差很远。这个理论一再地被多位诺贝尔从世界各地的多位科学家中脱颖而出。得奖的物理学家证明过，其中一位是 Niels Bohr， 丹麦物理学家，在帮助人们了解原子结构与量子理论这方面有很大贡献。Niels Bohr 说，如果量子力学没有吓到你，那表示你还没搞懂它。每一个我们称为真实的东西，都是由不真实的东西组成的。19世纪初，物理学家开始探索能量与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科学知识的核心牛顿宇宙物质理论 Newtonian Material Universe 开始崩塌，人们开始了解物质只是虚无的，一切都只是幻觉。科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是由能量构成。虽然量子理论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他所提出对自然的真实定义可能还是会被认为过于随便，让人无法理解，甚至是令人愤怒。摘自 Discover 2001年第2期37-4页 T Folder 的 Quantum Cement。 量子物理学家发现，物理原子是由能量漩涡不停地旋转振动组成，每一个漩涡都放射出自己独特的能量样式。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观察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答案是我们是由能量与振动组成，并放射出个人特有的能量样式，这是确实的，而量子物理也一再地向我们证明这件事。我们本身的存在比我们所知道的还多，该是时候正视自己了。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原子的组成，可以看到一个很小无形的像龙卷风的涡流，以及一些无限小的能量漩涡，称为夸克与光子，是组成原子的成分。当进一步接近观察原子结构的时候，却看不到东西。你会看到一个物理空间，原子没有实体的物理结构，我们看不到实体结构，实体的东西其实没有实体结构。原子是由无形的能量组成，而不是由有形的东西组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与天文教授 Richard Cohn Henry 说，不要再反抗，接受这个不容争辩的结论。宇宙不是物质的，而是心智与心灵的。摘自《精神宇宙》。这真是个难题，不是吗？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是由物理实体所组成的，我们的世界是个独立的存在。这个新发现指出，宇宙并不像牛顿物理学所说的是由实体物质组装起来的，而是起源于爱因斯坦、Maxwell Planck、Werner Heisenberg 以及其他人研究的非物质能量波之间的缠绕组合，也是量子力学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我们实体物质其实根本就不是实体是什么意思？这可能有很多意思，而科学家们如果继续用之前既有的知识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来局限范围，就无法继续探讨像这类的概念。正如 Nikola Tesla 的假设性说法，当科学家们开始用非物理现象来研究的时候，其进度会比之前几个世纪的进度更往前跨一大步。幸运的是，许多科学家已经有了跃进式的进展，而且已经对我们在量子物理学所发现的意义与影响提出质疑。其中一个较有潜力的新发现是观察者创造现实。新物理学的基本结论也认同观察者创造现实这种说法。身为观察者，
我们都参与了自己个人创造的现实。物理学家们被迫承认宇宙是个精神结构的事实。先锋物理学家 James Jeans 爵士写道，知识之流目前正朝着非机械现实的方向走。宇宙的存在目前看起来更像是巨大的思想，而非巨大的机械。对物质领域来说，心灵不再是偶然出现的入侵者，我们反而应该将其视为物质领域的创造者以及领导者。摘自 Nature 205年第436期29页 R.C. Henry 的精神宇宙，一个可以用来说明意识在物理实体世界的角色。我们知道它其实没那么实体。所扮演的角色的好例子是双峰实验，这个被多次用来探讨意识在让物理现实成型时所扮演的角色。双峰实验的光子系统被用来测试意识在量子波函数塌缩的时候可能扮演的角色。干涉图样在双缝实验的光谱能量预期会比单缝实验的光谱能量下降，当注意力都集中在双缝上，而不是远离它。研究发现，与意识相关因素如冥想经验、影响注意力的电皮质标记等，以及物理相关因素如透明度、吸收等，与双峰实验中干涉图样的预测路径大有相关。这有什么重大意义？这项信息的重大意义是让我们清醒去了解，我们是由能量组成的，可以放射出我们独特的能量特征。感觉、思想与情绪扮演了重要角色。量子物理学帮我们看清我们如何去感觉的意义。如果人们内心都是处于爱与和平的状态，无疑地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外在世界，也会影响其他人的感觉。Nikola Tesla， 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就用能量、频率与振动来思考。研究已经显示出一些从内心和平散发出正向情绪操作的人，以及其身边的人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经验。在亚原子层级的振动频率是否会影响物理现象的表现？如果会改变哪些？我们知道，如果原子要改变状态，它会吸收或放射出造成状态改变的电磁频率。不同状态的情绪、认知和感觉会造成不同的电磁频率吗？答案是肯定的，已经被证明过了。当你很在意一个人对你的看法，并且以对方赞同你作为你行为的指导，此时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了。这个关系在任何场合都成立，只要你开始在乎对方是否赞同你，你就已经悄然无声间被对方掌控。你越在乎，对方把你拿捏得越牢固。你不知道，当你在百般证明自己、解释自己的时候，你已经中了对方的圈套。很多人就是以否定你为工具，让你逃不出证明自己的怪圈。掌控一个人很简单，不是顺从他、认可他，而是要否定他、打击他，让他自己去证明自己，这就相当于陷入禁绝了。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证明自己的时候，就像被拉到了精神病院后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一样，会越说越乱，说得越多，错得越多。因此，永远不要做别人的奴隶，也不要同情别人的命运，因为你越是同情谁，就越会不自觉背负着谁的命运。我们可以适当伸出援手，帮人之难，但无节制的帮助只会吞噬自己。傅首尔曾在《奇葩说》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管好自己，但行好事，不渡他人。有些坑必须自己去踩，有些劫必须自己去渡。人生这条路，每个人都会遇到艰难险阻，无论高峰还是险滩，都需自己迈过。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难关。只妒忌不爱人，并非生性冰冷，
而是一种利人利己的清醒。别人在人生中的低谷，恰好是一个人蜕变的黄金阶段，我们的强行介入反而破坏了他人的成长规律。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